各位同学，这个单元第5部分，我们要介绍傅立叶转换与之前介绍的自转换之间的关系。那至于这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好，那傅立叶转换跟自转换的关系，我们来看。我们知道自转换是 S of Z 等于这个公式嘛，而且我们会提到 ROC。好，那傅立叶转换基本上跟它的关系，我想你可以看 Z 转换的 S of Z。如果 Z 用，因为 Z 是一个复数的变数，好，那我们把 Z 用 R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来取代的话，也就是 Z 等于 R exponential J omega 来带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Z 转换的式子会变成这个式子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把 Z 用 R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来带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发现到说，我们 Z 转换的表示法Z 已经不再出现，而反而用 omega 来取代。好，所以间接就可以知道我们的 Z 转换跟傅立叶转换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时候来看，如果我们把 R 设成1的时候，好，就是说在单位元上，在 Z 转换单位元上面的时候，就是 R 等于1的时候，我们看到，原来这公式的定义完完全全就是跟傅立叶转换 DTFT 的公式 S omega 公式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傅立叶转换的公式，Z 转换的公式在 R 等于1的时候，在单位元上的时候，就是傅立叶转换，好的公式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结论，就是说，如果 Z 转换存在，好，但是它单位元如果不在它的收敛范围，就 ROC 内，好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R 等于1的时候，如果不在 ROC 里面，代表傅立叶转换不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傅立叶转换就是 Z 转换在单位元上面的实现。那既然单位元如不在 ROC 里面，代表傅立叶就不存在嘛。好，那我们看这图形，好，那左边图形就代表我们 Z 转换，好，在单位元上面这样的表示方式。那我们可以想象说，从中间剪一刀剪下去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说，摊开来拉成直线就是这个傅立叶转换。好，它这个只是这一圈是在单位元上面。好，所以傅立叶转换跟 Z 转换的关系，刚才就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傅立叶转换就是 Z 转换在单位元上面的实现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频带的概念，就是 bandwidth 的概念。好，那这边有上中下图形，那上面图形可以看到每个图形都有左边右边，那左边图形是用CTFT， 然后右边是 DTFT， 然后因为左边那个频谱都是，左边频谱是 F 嘛，那右边是 omega， 好，所以左边那边是 SA of F， 代表是我们用CTFT 去分析好连续时间非周期信号它的频谱，那右边是 DTFT， 好，所以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好，都是分析非周期信号，只是一个是 CTFT， 一个是 DTFT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上中下分别这3种类型的图形。那最上面图形它的能量都集中在低频的部分，好，那中间那个图形是介于在什么中间的部分，好，所以从上面图形看到它能量都在低频部分，所以这个信号就是低频的讯号。那中间部分的图形是说它的能量都介于在高频的部分，比较靠近派嘛，就是高频的讯号。然后最下面是接近在中间，就是中频的讯号。好，所以这就是频带的概念，主要看你说你经过频谱分析完之后，它的频率能量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？好，可以知道它是低频或是高频或是中频的信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个表，这个图，它也是表示了我们频域跟时域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总结我们这单元前面讲了4种转换，第一种是CTFS， 再来是 CTFT、DTFS 跟 DTFT。好，在这个表里面，在这图里面整理得很清楚。好，所以从这图里面看到说，左边部分是讲连续信号，右边是讲离散信号，然后分别各自里面它里面又有上面跟下面。那上面主要是讲周期，下面主要讲非周期。好，所以所有的公式都在这边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你在讲周期讯号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频谱分析，它都是一根一根的这个一根一根就是 CK 的值，好，因为它是周期信号。那下半部分它怎么样？它的频谱都是连续的，因为它是非周期。既然非周期，它的 F0就相当小，好，小到无穷小，接近于0，就代表整个频谱讯号就变成一个连续的信号一样。OK， 好，所以基本上从这图形好来看，所有的公式，我们之前介绍4种。公式，而且还有它图形表示法都在这张图，都可以表现出来。我想同学可以用这张图去总结之前所讲的那些转换。好，那我们常用的傅立叶转换主要是有这
这几个图形。那最上面那个是一个unit sample function，unit sample function 它在 n 等于0的时候是会有个1嘛，所以右边就是它的频谱，所以它右边的频谱是代表它在各个频带，它是非常 uniform 的一个频带出现的一个信号，也就是说它从负拍到拍，都会有一个1的大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这个 delta function 去测试我们的系统，因为我们 delta function 就是包含各种频率成分这样的一个信号，所以用它来测试就可以怎么样测试这个系统在各种频带的表现，这个各种频率下面的表现。好啊，第二个中间那个图形是一个我们之前讲的是一个非特异信号，是一个 pulse 嘛，然后它宽度可以决定说它这个 sinc function 在频谱上 sinc function 它展开的大小，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频谱是个 sinc function， 我们之前就有证明过了嘛，然后最下面呢是一个刚好相反，它在时域是个 sinc function， 可以看到它在时域是 S 分写成 omega c， omega c 除上派，当 n 等于0的时候这样，如果当 n 不等于0是 omega sin omega c n 除上派 n 嘛，这边 omega c 注意到在时域里面这边 omega c 在转成频率之后怎么样？就是它的频宽，所以看到它右边的频宽就是 omega c， 所以这边刚好相反，时域是一个sinc function， 但是在频率却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window。那为什么要这边做这样的表示呢？这是其实我们在后面做一些说明的时候，当然理论上实际上我们当然不可能是做出一个像时域像一个 sinc function 的东西，因为它 n 是从无穷大到负无穷大的东西，我们时域上不可能去实现这样的东西，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个图形看到说，如果时域是这样的一个 sinc function， 它在频率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window， 这个 window 的一个频谱，那就是说明了说，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滤波器，我们希望频谱是像一个漂亮的长方形 window 这样，那时域就是应该一个 sinc function。那这个东西会在后面介绍了，然后知道是说好，那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如果设计这样滤波器，在时域上是否能实现这样一个 sinc function，当然是不可能嘛。那我们留在最后面再说，后面的章节我们再讨论滤波器的设计，里面会提到。然后这个表就是说明常见的傅立叶转换。好，这边 omega c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的频宽，所以从这个 omega c 可以知道。这边说一个例子啊，如果从下面的0点画出我们的 h omega， 我们看到这边有2个0点，0点我们知道是让这个什么 h of z 变成0的地方嘛，然后这边有2个0点，它角度分别是4分之派跟负4分之派嘛，这2个0点，所以它的 h omega 基本上可以看到说它在4分之派跟负4分之派，它的 h omega 变成0，所以这一题非常简单，因为它从图上看到说它有2个0点是各自在正负4分之派的角度，所以它的 h omega 就是变成0在正负4分之派的部分。各位同学，在第5个 part 当中，我们知道了傅立叶转换，基本上它是力转换在单位元上面的实现。如果力转换的单位元不在它 ROC 的范围内，也就代表傅立叶转换 DTFT 不存在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单元这个 part 讲完了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part 吧。